你还好吗？哪里来的保洁，也敢倒贴我儿子这个海归管培生？妈，别这样！别这样！我现在就让你们人事主管开除这不要脸的贱货！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里的员工。装，继续装！不是员工，你敢进这大楼？你放开我！治不了你了还！去财务部结账，马上滚蛋！留下你的身份证号，拉入行业黑名单。身份证号我敢留，就怕你没权限查。这是什么？地摊上买的玩具，想吓唬我？小姑娘，碰瓷儿都冲到我们盛华集团了，胆子不小啊！王总监，跟他废什么话？这种女人我见多了，就是想靠着一张漂亮脸蛋往上爬，也不看看我儿子是什么身份。妈，王总监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位小姐她只是……你闭嘴！没出息的东西，被个扫地阿姨勾勾手指，魂儿就没了。我花几百万送你出国留学，是让你回来跟这种货色纠缠的。林浩啊，你妈说的对，你可是我们公司重点培养的管培生，可不能被这种不三不四的人给毁了。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现在跪下给赵姐道歉，求她原谅你，然后滚蛋；2，我现在就报警，告你商业诈骗和骚扰员工，让你在局子里好好反省反省。你确定要报警？吓唬我！我王坤在人事这行干了20年，什么人没见过？就你这种货色，也配跟我谈条件？我现在就让你知道，盛华集团的门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。对，报警，必须报警，让警察查查他，说不定还是个商业间谍呢。妈，你别闹了，他真的只是给了我一块巧克力，我当时低血糖快晕倒了。一个保洁能有什么好巧克力？怕不是里面加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儿子，你真是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。原来还有这种事。看来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不说清楚，今天别想走出这个门！反了你了，还敢动手！打人了！你还敢推王总监？无法无天了！林浩，你给我站那！你要是敢帮他，就别认我这个妈！好，很好。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是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了。保安部吗？都给我上来！人事部办公室有人闹事儿，还袭总监，多带几个人。听到了吗？等会儿保安来了，有你好受的。王总监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废话！老子今天不仅要开了你，还要让你在整个行业里混不下去。我王坤说到做到。是吗？可惜，你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王总监，谁闹事？就是他，把这个女人给我抓起来，绑鸡实了。等会儿警察来了，直接送进去。住手！不准你们碰他！这件事跟他没关系，都是我妈的错。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白养你这么大了，为了一个狐狸精，你敢跟你妈动手？妈，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是人家帮了我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我讲道理？我儿子被一个扫地的勾引，我还得跟他讲道理。林浩，你给我滚开，不然我连你一起打！别管他，一个没断奶的毛头小子，先把这个女的给我控制住。放开他！你们放开他！小丫头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，可惜晚了，还至尊公牌，我呸！我现在就让你看看这玩意儿有什么用。什么玩意儿？还想骗我儿子？下辈子吧！这张牌整个集团独此一张，拿着它，所有门都为你打开，别丢了。你们会后悔的。
哈哈哈哈！后悔，老子字典里就没这2个字儿。给我搜他的身，我怀疑他身上还藏着公司的机密文件。看，这是什么？录音笔，他果然是商业间谍。王总监，你快听听里面录了什么。去财务部结账，马上滚蛋！留下你的身份证号，拉入行业黑名单。我现在就让你们人事主管开除这不要脸的。你居然敢录音！现在我们来谈谈，到底是谁该被送进警察局？王坤，李总，您来的正好，我们抓到了一个商业间谍，他……商业间谍，王坤，你他妈的瞎了你的狗眼！董事长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李总，你叫他什么？董事长。董事长，您的脸需要处理一下吗？李总，你觉得盛华集团的分公司是谁的天下？捡起来。不能用手，不能用我这脏手碰董事长的公牌。你们不是要报警吗？我现在帮你们报。不要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求你了，家丑不可外扬啊！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处理好，求您了。家丑，王总监要以盛华的名义把我拉入整个行业的黑名单，赵女士要亲手打残我。李总，你管这个叫家丑？董事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是人，我该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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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李总，我给你1个小时清理门户。1个小时后，我要在这间办公室里看到所有相关人员的辞退报告、赔偿协议，以及一份完整的事件陈述。如果你做不到，总部会派人来帮你做，到时候就不只是辞退报告那么简单了。你在这间办公室里签过的每一份文件，收过的每一笔好处，都会被翻出来。是董事长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1个小时内，辞退报告、赔偿协议、事件陈述全部放在您面前，少一份您拿我10万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拖出去，立刻马上拖出这栋楼。从今天起，这个人不准再踏入盛华集团半步。李总，李总，你救救我！我为公司流过血，我为公司立过功啊！我在盛华2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滚！你流的血都是脏的。20年的功劳，你他妈贪了20年，还好意思给我提功劳？赵女士，这里是盛华集团，不欢迎您，请您现在离开，否则我真的要以扰乱经营秩序的罪名报警。林浩，你看看你，你看你招了什么人？我们家要被你害死了！对不起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但是他很快就会知道，到底是谁在害他。法务部张律师吗？马上带人到我办公室！立刻！财务部刘经理，你也过来，带上今年的所有凭证。对了，李总，董事长，您吩咐。我今天来是暗访，本来我只想看看分公司的前台服务怎么样，现在看来要看的东西多得多了。董事长，王坤的问题比我们
想象的要严重的多。他在盛华分公司任职20年，利用职务之便，先后安排了30多名亲属入职，其中有7个人常年不上班，只领工资，就是所谓的吃空饷。他还私下设立了一个所谓的入职培训基金，所有新入职的员工都必须向这个基金缴纳一笔3到5万不等的培训费，否则就无法通过试用期。这笔钱全进了他个人的腰包。林浩呢？林浩的入职手续是合规的，他的管培生名额也是总部审批通过的正规项目。但是什么？我们查到赵丽华女士，也就是她的母亲，在林浩入职前后曾分3次向王坤的个人大户里转了20万元，名义上是感谢费。原来那个所谓的海归管培生也是用钱堆出来的。赵丽华的家庭背景查了吗？查了，她的丈夫林建国是宏发建筑的老板。宏发建筑是我们盛华集团在南城地区多年的建材供应商之一。爷爷，消息这么快就传到您耳朵里了？李伟那个小兔崽子，昨天半夜3点就打电话来跟我哭鼻子了。做得好，我们家的人什么时候轮到别人指着鼻子骂了？不过光出气可不行。丫头，顺着这条线好好查一查，一个供应商为什么敢这么嚣张？他的背后还有谁？盛华的根是不是被虫子蛀了？我明白，爷爷。董事长，不好了！林浩的父亲林建国带人冲到公司楼下了，把大门都给堵了。走。让你们那个什么狗屁董事长给我滚出来！敢动我老婆孩子，我看他是生意不想做了。李伟，你他妈的长本事了啊！联合一个外人把我老婆赶出去，还把王坤给开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季度的水泥黄沙，你们盛华一粒都别想拿到。林总，您消消气儿，这里边有误会。误会个屁！你又是谁？李伟新招的秘书？哼，长得倒是不错，可惜跟错了主子，眼光不行啊。林总，你是在用停止供货来威胁盛华集团吗？威胁？小姑娘，哈哈哈哈！不是威胁，这是通知。我告诉你，没有我林建国的材料，你们南城所有在建的项目都得给我停工。一天损失多少钱，你算得清楚吗？让你们那个新来的董事长滚出来跟我说话。哼，你还不够格。好，我就是那个不够格但能做主的人。李总，通知法务部立刻拟定律师函，单方面终止与宏发建筑以及林建国名下所有公司的一切合作。通知公关部准备新闻稿，向所有合作单位和媒体通报此事。同时，以商业胁迫、聚众扰乱经营秩序以及故意伤害为由，向法院提起诉讼。最后，立刻成立专项审计小组，彻查过去10年盛华集团与宏发建筑之间的所有商业合同和资金往来。我要知道，我们付出去的每一分钱，是不是都花得干干净净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让你倾家荡产。与林建国的交锋变成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。他在南城根基深厚，又被我当众打脸，终止合作，立刻动用关系反扑。
法律诉讼传票还没送到，各种来自暗处的威胁就接踵而至，分公司账目混乱，人事盘根错节。我意识到单靠李伟这个惊弓之鸟根本无法打开局面。我需要一个绝对可靠的帮手。董事长，您受苦了。小静，私下里叫我名字就行。欢迎来到战场。陈静的到来像一股清流，迅速理准了办公室的混乱。他带来了总部的精英，建立起独立且安全的工作系统，成了我最得力的左膀右臂。我们一头扎进了南城分公司过去10年的纸堆里，腐败的秘密被一层层揭开，散发出阵阵恶臭。以林建国的宏发建筑为中心，一张巨大的利益输送网络浮出水面。查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东西。王坤被开除的第2天，他的海外账户上突然多了一笔50万的匿名汇款。我们追查了资金来源，是从一个离岸空壳公司转出的，而那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赵丽华的弟弟。这是封口费。这是封口费？恐怕不止。我们还发现林建国的宏发建筑目前最大的一笔债务是3年前从我们盛华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盛华金服贷出去的，一笔高达5000万的信用贷款。抵押物呢？抵押物是南城郊区的一块工业用地，但是我们核对了国土资源局的最新文件，就在半年前，市政府发布了新的城市规划，那块地已经被划入了永久性生态水源保护区，禁止任何商业开发。5000万的贷款，抵押物变成了一张废纸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坏账，而是赤裸裸的骗贷。当年负责这笔贷款的信贷经理呢？负责审批的风险主管呢？信贷经理在1个月前因个人原因辞职，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了。出入境记录显示他去了澳洲。风险主管就是王坤，但是在最终的放款审批文件上签下名字的人不是王坤，是李伟。把李伟给我请过来。董事长，你叫我有什么事吗？董事长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我当时是信任王坤的报告，他说这是总部的重点扶持项目，手续齐全，让我尽快签字放款，我才信任。一笔5000万的贷款，关系到集团的资产安全，你光凭下属的口头报告，连尽职调查都不做，就敢闭着眼睛签字？我当时鬼迷心窍，董事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董事长，需要我做什么？放2个消息出去，总部对新董事长有怀疑，要重新启用宏发建筑。还有，新董事长年轻，需要倚重李伟。去吧。鱼要闻腥才咬钩。你好，沈总，我是林建国，我想摆一桌赔罪宴，当面向您谢罪，还请您和李总赏光。时间地点发来。董事长，您看您真是年轻有为，倾国倾城。之前都是我这个老婆子有眼不识泰山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我该打，我该打。董事长，这个当做我的赔礼，请您收下。那我们先坐下吧，边吃边谈。董事长，我们就是小本生意，能做到今天，全靠盛华集团赏饭吃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就给我们夫妻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您一句话，我们宏发上千号员工都要没饭吃了。只要您高抬贵手，恢复合作，我林建国愿意将宏发建筑10%的股份无偿转让给您个人。林总的诚意我看到了，不过股份就算了，我只是比较好奇，贵公司在盛华金服的那笔5000万贷款，准备拿什么来还呢？据我所知，你们抵押的那块地现在可一文不值。
你们是不是以为只要让李总签了字，出了事就可以让他来当替罪羊？这是李伟签字的那份贷款审批文件。再看看这个，这是你林建国送给李伟太太的那套海景别墅的房产证复印件，过户日期就在贷款发放后的第2天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因为那套要收买李伟的别墅，本来就是我爷爷钓鱼用的诱饵。你以为王坤是谁的人？你以为李伟为什么能爬到今天这个位子？王坤从10年前调来南城分公司开始，就是我爷爷安插在这里的一颗棋子。他的任务不是管好人事，而是记下所有像你们一样试图用金钱和关系腐蚀盛华的蛀虫。李伟也是。我爷爷之所以提拔他，就是因为他足够贪婪，也足够愚蠢，能让所有心怀不轨的人都放心地聚拢到他身边，把自己的罪证一条条亲自送到他手上。这不可能！你胡说！不可能！你们那个引以为傲的儿子林浩，那个所谓的海归管培生，他的履历优秀到近乎完美，你们就没觉得奇怪吗？他毕业时，全球排名前10的投行都给他发了 offer， 他却偏偏选择了回国，来盛华一个分公司，你们就没觉得奇怪吗？林浩，进来吧，别让你父母等急了。爸妈，董事长说的没错，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什么投行的 offer， 那些邮件，那些录取通知，全都是假的。是董事长的人专门为我伪造的。我爷爷早就盯上你了。林建国，10年前就因为你提供的劣质水泥，我们南城的一个楼盘，几百户家庭，几千条人命，就因为你的贪婪，差点毁于一旦。那件事之后，爷爷没有动你，因为他知道，砍掉一个你，还会有无数个你冒出来。他要做的是你背后的那张网连根拔起，所以他设了一个10年的局。他让王坤和李伟放出诱饵，看着你如何用金钱和贿赂，一步步将自己绑死在盛华这条船上。他甚至算准了你望子成龙、爱慕虚荣的心态，让你的儿子成为这个局里最重要的一环。你所有的骄傲，你未来的一切都记在林浩的身上，然后再让我亲手扯断。我今天去分公司，不是心血来潮的暗访，就是来收网。你泼在我脸上的那杯咖啡，不多不少，不早不晚，恰好按下了启动这个程序的最后一个回程键，游戏结束了。林建国先生，你涉嫌商业诈骗、恶意骗贷、提供不合格建筑材料，危害公共安全，行贿。林先生，你被正式逮捕了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
赵女士，因林建国涉嫌重大经济犯罪，你们名下所有的资产，包括房产、车辆、银行存款，都已被依法冻结，用于偿还宏发建筑的非法所得和银行贷款。简单来说，从现在起，你们破产了。王坤和李伟的下场当了10年的土皇帝，却不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是棋子和诱饵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审判。我爷爷收集了10年的证据，他的家庭，他的骄傲，他的人生，在短短1个小时内轰然倒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选中我？因为你本性不坏，但也因为你足够懦弱。在公司前台，我在你低血糖的时候给你巧克力，你很感激，说明你懂得感恩。但在你母亲和王坤羞辱我的时候，你除了无力的辩解，什么都做不了，这证明你懦弱。我爷爷赌的是，当你知道所有的真相，你骨子里的善良会战胜你性格里的懦弱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你的海归身份是假，但你在国外这几年学的知识是真。盛华集团不需要一个靠着父母关系和金钱堆砌起来的人，但这个社会需要一个能放下身段，用双手创造价值的年轻人。这是按照劳动法规定解除你管培生合同的补偿金，合法的，1分不少。从明天起，你是谁，你想成为谁，都和盛华无关，也和你的父母无关了。这条路要你自己走。董事长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是啊，结束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董事长，您这次在南城的动作……说话的是集团副总裁许耀庭，他也是当年跟我爷爷一起打过江山的老人，在集团内部根深蒂固。是不是太急躁了些？李伟和王坤确实有错，林建国也死不足惜。但是，您一夜之间把南城分公司的高管连根拔起，甚至单方面切断了所有核心建材的供应链。您知不知道，南城现在有3个10亿级别的地产项目正在停工待料，每天的损失都是天文数字。是啊，董事长，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这可不是成熟的企业家该做的事儿。外面的媒体现在都在看我们盛华的笑话，说我们内部夺权，动荡不安啊！我静静地听着他们唱双簧，手指在光洁的红木桌上轻轻敲击。熟悉我的人都知道，这是我极度缺乏耐心时的动作。徐副总，照你的意思，我应该把那群西集团写的蛀虫供起来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反腐是应该的，但要讲究策略和过渡。现在南城的供应链断裂是事实，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新的供应商，填补红枫建筑的空缺。好在我这张老脸还有点薄面，我已经联系了江北的鼎城集团，他们愿意出面接手南城所有的建材供应，解我们的燃眉之急。董事长，鼎城集团一直想抢我们的地盘，他们在这个时候出手，绝对没安好心。哦，鼎康集团，徐副总真是深谋远虑，连后路都替我铺好了。都是为了集团。鼎常的小沈总已经在会客室等候多时了，董事长要不要现在见见？久仰大名，原来盛华集团的新任董事长比传闻中还要漂亮，难怪能在南城闹出那么大的动静。年轻气盛嘛，可以理解。不过商场可不是过家家，漂亮脸蛋儿是不能当饭吃的。
沈总今天来不是为了评价我的长相吧？徐副总说你是来救火的。救火谈不上，互利共赢罢了。盛华在南城的烂摊子，现在除了我们鼎城，没人接得住。这是合同，所有的建材价格在市场价的基础上上浮30%。不仅如此，南城那3个停工的地产项目，鼎城要求入股，占比不能低于40%。小沈总，这跟我们之前谈好的不一样啊！徐叔，那是昨天的价，今天盛华的股票又跌了3个点，我承担的风险大了，自然要多要点报酬。董事长，我知道你现在走投无路，没有我的点头，南城的项目明天就会彻底烂尾，签了吧，就当是花钱买个教训。上浮30%，还要分走40%的股份。沈总，你的胃口比我想象的还要大。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董事长，你没得选。是吗？谁告诉你我走投无路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想眼睁睁看着南城的项目死掉？你糊涂啊！这时候还耍什么董事长威风？真要是项目烂尾了，董事会绝对会罢免你。陈静，把东西给他们看看。沈总、徐副总，看清楚了，这是我们董事长在昨天上午，也就是我们回总部之前，与华建重工以及西南建材总局签署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。华建重工，那是国内最大的国字号建材供应商，实力甩了鼎城集团不知道多少条街。沈总，你以为我拔掉林建国这颗毒牙之前，会连止血带都不准备好吗？华建重工的先期物资今天早上就已经抵达了南城的各大工地，不仅没有延误1天工期，而且进货价格比你们鼎城的市场价还要低15%。不可能！华建重工从来不接这种临时插队的单子，你怎么可能在1天之内搞定他们？你搞不定，不代表我搞不定。你真以为我爷爷这10年只在南城布了一个局吗？华建的现任老总是我爷爷亲自带出来的徒弟，我们盛华要换血，他们不仅会帮，还会全力以赴的帮。徐副总，戏演完了，现在该算算我们之间的账了。你在南城分公司安插亲信，借着林建国的手洗钱的事，真以为能瞒天过海？林建国在里面为了立功减刑，可是把你们之间所有的资金往来邮件记录吐得干干净净。保安，把徐耀庭带出去，移交金山局。董事长，放过我！沈总，是自己滚，还是我让人请你滚？各位，戏看完了，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开会了吗？董事长英明，徐耀庭这种集团蛀虫早就该清理了。是啊，我们坚决拥护郝董事长的决定。既然大家都拥护我，那这套新的集团高管绩效与廉政考核改革方案，想必各位也没有意见了。文件里清清楚楚地写着，取消一切历史分红特权，所有高管实行严苛的末位淘汰制，并且无条件接受总部的随时审计。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削范。我爷爷打下盛华的江山，不是为了给一群躺在功劳簿上吸血的寄生虫养老的。签了这份协议，大家还是盛华的功臣，谁要是不想签，徐耀庭的办公室还空着，去陪他也行。5分钟后，所有的改革方案上签满了这群老狐狸颤抖的名字。至此，盛华集团的最高权力被我彻底
绝对的握在了手里。3个月后，经过一场彻底的洗牌，盛华集团不仅没有像外界唱衰的那样一蹶不振，反而因为清除了冗余和腐败，利润表逆势上扬了20%，做得不错。这个项目是南城最大的项目，未来之城核心科技区的公开招标，我们必须拿下。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依然是沈泽的鼎康集团。董事长，沈泽最近动作频频，他不仅高薪挖走了我们规划部的2个副总监，还在暗中接触招标委员会的几个关键品。不仅如此，坊间突然开始流传我们盛华资金链断裂的谣言，甚至有媒体拿3个月前南城分公司的大换手做文章，说我们内部动荡，根本无力承接这么大的项目。手段还是这么下作。沈泽这个人也就这点能耐了。之前在我这里吃了鳖，这次未来之城的项目拼尽全力想一雪前耻。我们要不要也去接触一下评审委员会，或者发律师函起诉那些造谣的媒体？不用，他挖走的那2个副总监，带走的是我们被毙掉的第1版废弃方案。至于那些谣言，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他爬得越高，竞标那天摔下来的时候，才会越粉身碎骨。去准备一下，明天晚上的行业慈善晚宴，我们去会会这位沈总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盛华集团的铁血女总裁吗？怎么，今天有空来参加晚宴，不用留在公司处理资金链断裂的危机？沈总真是关心我们盛华的财务状况，不过有这个闲心，不如多关心关心你们鼎康自己的股价。嘴硬没用，商场看的是实力和人脉，你的人、你的方案现在都在我手里，未来之城的项目我吃定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在这个位置上坐几天。你知不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你太迷信偷来的东西。你什么意思？下周3就是竞标会了，希望你拿着我们丢进垃圾桶的废杆，能在台上讲得精彩一点。各位评委，我们鼎城的方案主打的是云端之城的理念，通过超高层建筑群和地下立体交通网的结合，最大化利用空间。董事长，他还真是一字不列下，把咱们废弃的第1版方案给背下来了，连标点符号都没改。这说明沈总不仅眼光差，而且很懒。感谢各位的聆听，我相信鼎城的方案是目前市面上最完美、最超前的。某些面临资金断裂、人才流失的公司，恐怕连完整的图纸都拿不出来了。沈总说的对，图纸我们确实拿不出来。因为这种垃圾，我们早就用碎纸机处理掉了。
在展示盛华的方案之前，我想先请问各位评委一个专业问题：南城核心区地下的第4基喀斯特地貌断层，沈总的云端之城打算怎么解决地基沉降的致命风险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喀斯特断层？我们调查过，地质完全没有问题。你调查过？还是你挖走的我们公司那2个蠢材副总监告诉你的？这是盛华集团花费1个月时间，联合华建重工最顶尖的勘测团队，在地下50米深处踏明的隐性断层带。如果按照沈总刚才所谓的完美方案，在这片区域大面积建设超高层建筑，不出3年，整个科技园就会发生不可逆的地面沉潜，到时候100亿工程就会变成几万人的乱葬岗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方案在3个月前被我亲自扔进了垃圾桶的原因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各位，接下来请允许我代表盛华集团展示真正属于未来的共生之城方案，完美规避地质断层的悬浮式生态地基技术，与华建重工独家合作的低碳环保建材，以及将造价硬生生压缩了15%的极致成本控制。竞标结果毫无悬念，盛华集团以全票通过的成绩拿下未来之城项目。沈泽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偷偷溜走了，不过他注定走。沈泽先生，我们接到实名举报，并掌握了确凿证据，你涉嫌窃取盛华集团商业机密，并通过海外账户向多名招标委员会成员行贿。是盛华那个贱人陷害我，是他算计我。而此时的我正坐在返回集团总部的迈巴赫后座上，手里端着一杯庆祝的香槟，沉静看着平板电脑上鼎康集团太子爷被捕的突发新闻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董事长，您说沈泽在牢里会不会想明白，他挖走的那2个副总监其实是我们故意放出去的饵？他想不想得明白已经不重要了，在这盘棋里，废物利用的价值他已经发挥完了。鼎昌集团的崩盘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快。沈泽入狱后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鼎昌内部的财务造假、偷税漏税以及多项违规操作，全部被经侦局翻了个底朝天。曾经在江北不可一世的商业帝国，在短短半个月内轰然倒塌，宣告破产重家的盛华集团，不仅顺利接盘了留下的大部分优质市场份额，更是凭借未来之城项目，彻底坐稳了全国建材与地产行业的龙头交易，股价连续1周涨停，市值翻了1倍不止。周末，我推掉了所有的庆功宴，独自驱车来到了郊区的一处幽静四合院。丫头来啦，新泡的武夷岩茶，自己倒。外面的动静，您都听说了。闹得满城风雨，我这个老头子想装聋骂哑也不行啊！10年磨一剑，双刃未曾试。丫头，你这把剑比爷爷当年还要锋利，还要果决。南城的毒瘤拔了，总部的蛀虫清了，外面的恶狼也打退了。盛华交到你手里，我这把老骨头算是彻底放心了。他经历了南城分公司的那场闹剧，被王坤踩在脚下，被赵丽红吐过唾沫，又被我重新擦拭干净。如今在阳光下散发着沉稳而内敛的幽光。爷爷，您布了10年的局，我只是替您收了个尾而已。局是谁布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最终是谁坐在那个位置上，有魄力去收这副残局。这张牌现在才真正属于你。
董事长，这是下个季度的战略规划书。另外，未来之城的项目组已经全面进场勘测了。人事部那边有个底下的消息，之前南城那个0号没去别的围企，而是去了我们的一家下游施工单位，从最基础的制电员开始做起了。听说每天在工地上风吹日晒，黑了不少，但干得很踏实，连包工头都夸肯吃苦。知道了，只要他肯把脚踩在泥地里，盛华的工地就容得下任何一个想流汗的人。通知各部门负责人，10分钟后开早会。是，董事长。一场风暴已经平息，而盛华集团属于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